指责污蔑中国、泼脏水、抹黑中国，确实是某些西方媒体的拿手好戏。什么？外媒又抹黑中国了？你有没有好奇过，这帮外媒记者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硬是要天天找中国的茬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各位其实可以反思一下，你最近看了多少篇外媒的报道？有多少是原文，又有多少是经过加工的转载和道听途说？例如 BBC 这篇关于中国政府推广中药的文章，明明就提到中药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作用不明，政府推广中药也饱受争议。到了参考消息这里，竟成了外媒将中医药称为中国抗疫瑰宝。当我们用外媒二字笼统地称呼所有外国媒体时，我们心里其实已经把不同风格和政治倾向的新闻机构扔进了一口大锅里。但外媒并不是一种声音，外媒讲述的中国故事也是五花八门，大到政治丑闻，小到底层小人物的悲欢。这些年，那些被网友痛骂的外媒，其实写出了不少对中国社会有深远影响的报道。说到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外媒记者，就不得不提到前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何伟。在中国的10多年中，他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切入复杂的政治社会命题，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社会的种种荒诞，引发读者反思。有人说，何伟写出了人们熟视无睹的中国。像何伟一样关注中国草根群体的外媒记者并不少见。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不少外媒报道了当地居民因场馆建设而面临强拆的故事。汶川地震发生后，因为学校豆腐渣工程倒塌而遇难的学生也成为外媒关注的对象。这些报道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都是在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对媒体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期待。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发布的记者伦理纲领第1条就是追求并报道真相，敢于监督当权者，为弱势群体发声。反观中国记者协会编写的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虽然也提到了媒体的监督权，但通篇都在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和正确开展舆论监督。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正确指的是什么呢？对自由媒体而言，媒体不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更不应该用正能量新闻去粉饰一个国家的形象。想清楚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说外媒热衷报道负面新闻了。不过的确 China 偶尔占据国际媒体头条的重磅中国新闻，往往都涉及政治，例如官商贪污、权力腐败和政府政策失误等等。调查新闻里有个说法叫 Follow the money， 跟着金钱走。这句话可不是记者见钱眼开的意思，而是只通过金钱交易这条线索作为突破口调查政府黑幕。许多石破惊天的调查报道就是对着金融文件抽丝剥茧而完成的。例如2012年《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以及2014年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对中国高官家人在海外秘密资产的调查。虽然这样的调查报道并不是外媒的专利，中国也曾经有一群优秀的调查记者，但随着中国调查新闻衰落，调查记者纷纷转行，享有更大报道自由的外媒变成了揭发中国政治腐败的主力军。除了腐败，像新疆再教育营、香港反送中运动、人大独立候选人，还有乌坎事件这样中国媒体不敢触及的敏感议题，也是因为外媒才得以呈现。无论你是否认同那些报道的准确性，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官方版本的视角。在内地媒体被集体晋升时，外媒不仅填补了资讯的空缺，而且行使了政府监督的职责，让人们有机会讨论政策是否缺失和完善。虽然在社交网络全面审查之下，转发速度永远比不上删帖速度，但这些报道的存在，为愿意翻出高墙的人提供了一种了解真相的途径。虽然一些外媒记者也曾因为报道触雷而被中国政府吊销记者签证，但2020年这一波驱逐大批美国记者的操作，近年来绝无仅有。消息一出，许多坚信外媒抹黑中国论的网民在新闻下拍手叫好。其实，那些中国政治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外媒报或不报，并不会改变事实。将这群了解中国、关心中国草根群体的外媒记者驱逐，那些社会问题就会消失吗？这个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就会更好吗？而中国媒体三缄其口的议题，把这照片删一下。照片又需要靠谁来追责和追问呢？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在驱逐记者事件发生后，一名曾驻中国的外媒记者用中文匿名发表了一篇致中国读者的信。他在信里写道：不求你接受，但盼你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唯愿这夜有尽头。